电话那头的叶晨此时刚给李阿姨他们买了一些适合在新家摆放趣味增香的香薰。辽国邸本就是为了庆祝乔迁新居，所以选的礼物一般都是一些适合在乔迁的新家之中使用的伴手礼。香薰这种东西最讨女人喜欢，所以叶晨便选了一些高档香薰作为礼物。忽然接到一个本地陌生的电话，他也并未多想，正常接通，按照往常习惯问了一句。对面传来贤姐的声音：师傅你好，我现在马上要出门了，可能等不了你配送，麻烦你把我的快递放在物业中心吧，我回来之后自己去取。叶晨随口说道：不好意思，你可能打错电话了。啊！贤姐惊呼一声，说道：我看一下。哎呀，不好意思，真的打错了，对不起，打扰您了。没事，叶晨也没多说，随后便挂了电话。打错电话的事情常有，而且对方的话术非常贴近生活，确实没让叶晨起疑。而此时此刻，林婉儿已经完全确定了叶晨的身份。她也没想到，自己从北欧辗转来到华夏之后，一切发展的竟然会这么顺。去一趟燕京，自己就找出了叶晨的真实身份，随后做出了到金陵来碰碰运气的决定。而自己刚到金陵，就找到了叶晨的电话，确定了叶晨就在金陵本地，而且他竟然还跟自己未来的一位同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林婉儿脑海中不禁浮现起克劳迪亚留下的联系地址，若是按照那个地址找过去，虽然未必能找到叶晨，但是必然能找到克劳迪亚。找到克劳迪亚，叶晨也就不远了。林婉儿心中复盘一遍，整个人激动得几乎要跳起来。不过她没有立刻做出下一步行动，而是一个人回到了那辆劳斯莱斯里，坐在副驾驶上，思考着自己接下来的计划。她喃喃自语道：虽然叶晨已经近在咫尺，但是我现在还不能立刻去找他，更不能立刻出现在他的面前。眼下最自然的方式就是先不要与叶晨见面，耐心等到开学之后先与克劳迪亚认识，并且成为朋友，然后再通过克劳迪亚找机会实现与叶晨的第二次见面。我现在已经做好了林小婉的身份和背景，来金陵上学的一系列铺垫和准备也已经全部完成。若是我和克劳迪亚能成为朋友的话，叶晨就算怀疑我别有用心，也找不出什么实质性的证据。想到这里，他轻轻舒了一口气，一脸开心地嘟囔道：正好，我想来金陵很久了，一直没有机会，趁着这个空档期，可以好好转一转金陵的名胜古迹。这时，他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来电显示打来电话的是远在燕京的孙之栋。于是他便接通了电话，电话那头传来孙之栋的声音：小姐，您到金陵了吧？到了。林婉儿微微一笑，说道：刚到不久。孙之栋忙道：小姐，您看我什么时候过去合适？随时，林婉儿知道他的心思，卦象显示他阳寿至多还有半年，唯一的生机就在金陵，所以他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肯定十分迫切地寻找到那一线生机。孙之栋听他说随时二字，心里松了口气，恭敬道：小姐，既然这样，那在下稍后就启程前往金陵与您会合，顺便也见一见英山。林婉儿道：好，你起飞之前告诉邱英山，让他派人去机场接你。好的。孙之栋道：我整理了一些金陵本地的关系，有些人虽然已经退了，但当初在金陵都是一言九鼎的，到时候让他们帮忙好好调查一下您要找的叶晨。林婉儿笑道：不用了，我已经找到他了。什么？孙之栋惊骇不已地问道：找到了？这么快的吗？对呀，林婉儿认真道：人生就是这样，只要几个关键的选择做对了，躺着都能飞黄腾达，找人也是一样。说着，林婉儿又道：今天的经历比较有意思，等你到了再跟你说吧。好，孙之栋连忙说道：那我这就准备动身。随后林婉儿没有再下车，而邱英山夫妇二人也没有耽搁太久，
在与校领导们聊了半个小时之后，便借口身体吃不消，起身离开了教务楼。随后夫妇二人在众人的簇拥下回到车上，车队缓缓驶出金陵大学，向着紫金山驶去。紫金山的占地面积差不多有30多平方公里，它的形状像一块镜弧圆形，边角有些毛糙的石头，南北东西之间的距离差不多都在6公里上下。紫金山的南半边是5A 级风景区，北半边则大都没有开放。秋英山的庄园便位于北半边的其中一座海拔数百米的山上。能在这种地方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庄园，完全是因为秋英山占了来大陆投资比较早的先机。那个时候他愿意为大陆投资和捐赠巨额资金，金陵本地也给予了他非常高规格的回报。像这种庄园，整个金陵这20-30年也只有这么一个。车队从紫金山北部的内部通道进山，从山脚下开始就已经是游客止步的管控区域，所以这里非常安静。经过盘山路抵达山顶的时候，林婉儿便看到了汉白玉做成的牌楼，上面刻着4个大字紫金山庄。即便是他都不禁惊叹于这座庄园的气势与雄伟。它虽不似欧洲那些城堡一般夸张耸立，但却能在山峰之中给人一种豁然开朗、远离尘嚣的避世之感。要知道，这里距离金陵最繁华的商业区也不过只有寥寥几公里，能在这种地方寻得避世之感极其难得。而且整座庄园到处是参天的古树与各种各样的植物，在夏天十分花繁叶茂，远远的看甚至看不出这里藏着如此一座规模宏大的私人庄园。整个庄园的设计都融合了姑苏园林的风格，而且由于山峰的地势本就是愈渐向上，所以庄园的建筑结构也是不断提升，如蛋糕一般分为了3层。最下面一层面积最大，是个边长100余米的正方形，占地至少1-2万平米。第2层面积则小了许多，边长差不多50多米的样子，占地3000平方米左右。而在山顶之上，则是一个青砖10瓦的小院，这个小院的边长仅有20余米，400多平，其中有3间瓦房，2矮1高，矮的便是普通的单层瓦房，而高的则是上下2层。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面积约莫100平米，完全由天然青石铺就的小院。秋英山对林婉儿说：“小姐，您别看我这庄园这么大，真正的精髓却是最上面那个不起眼的小院子。若是您不嫌弃，这段时间就住在那里吧。”林婉儿抬头看着至少还有20-30米高的顶层小院，虽然还没上去看，却已经心驰神往地说道：“早知你有这么好的庄园，我当初绝不去什么北欧了。”不过刚说完，他又摇了摇头，坚定而又庆幸地说道：“幸好我早先并不知道这里，所以才去了北欧。北欧是老天爷给我下的劫数，若是渡不过，我自当死无葬身之地；若是渡过了，那便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如今我已做好准备，迎接这个新开始了。”本期视频结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